Hi everyone, this video is designed to be used with Language Reactor, a great tool for language learning that has the following 5 features. For a more detailed explanation on how to use Language Reactor, click on the link in the comment section below. If you wish to study with transcripts, go to our website store to have access to our entire PDF collection for one low price, as well as other inexpensive courses such as HSK 1 to 6, Anki flashcards, pocket-sized posters to study Chinese characters, as well as audio podcasts, street interview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more. A link to our store is below.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的播客节目，我是艾琳。大家好，我是 Jonas。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的是酒桌文化啊。那说到酒桌文化呢，肯定就是关于喝酒的。那像我们中国人在酒桌上一般喝什么样的酒呢？我们经常喝的是白酒，然后啤酒喝的就比较少了。喝白酒的都会说，那啤酒是啥？啤酒不就是小麦汁饮料啊？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人一个鄙视链吧，就是喝白酒的他看不上喝啤酒的，然后喝啤酒的他看不上喝果酒的，但是可能喝果酒的他能管得住喝白酒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喝果酒的可能是喝白酒的老婆，然后因为中国嘛，可能老婆当家做主的比较多一点。那白酒一般是多少度的呀？大概就是在18度到78度嘛，然后平常我们喝的最多的也就是53度的白酒。你第一次喝白酒是什么感觉？就火辣辣的嘛，就比较冲喉咙，当时觉得这个东西很难喝，然后咽不下去那种。最高的也有78度嘛，你喝过78度的吗？我没喝过，我一般可能喝的就是50来度的白酒。53度的其实在中国是比较紧俏的一个度数吧。比较普遍。不是普遍，它是比较有知名度的一个度数。为什么嘞？有一个品牌的酒，它这个把53度给带火了。飞天茅台你听过吗？我只听过茅台，因为老是听到那个广告。最经典的一款那个飞天茅台嘛，它就是53度的。你也经常喝酒吗？那你第一次喝白酒是什么时候？我第一次喝白酒的时候在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参加同学的婚礼嘛，几个同学也是刚开始就接触到这种酒，然后喝的比较尽兴了。当时也是都是会摇摇晃晃的，然后说话也不是很利索，就是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讲了什么，就脱口而出的那种。最后醒过来的时候也不知道，我怎么到家了？然后醒来之后，我妈都说，你到底是你同学结婚还是你结婚呢？把自己喝成这个样子。你为什么会喝那么多酒嘞？因为那个是酒桌上，就是你劝我，我劝你，我敬他，他敬你，就是来来回回这个时候啊，你就不知不觉，我怎么喝了那么多？而且白酒也容易醉吧，50多度，像我估计一杯就直接倒地了。有喝过一次，也不算是醉，就是有一点点醉意了，然后就是感觉脑袋有一点晕晕的，然后说话的时候有点口不遮拦，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种感觉。就是人家不都说嘛，酒后吐真言嘛，所以还真的是有一点，就是你喝醉了之后，你想说什么你不会有控制的。对，但是还没有到那个失去意识的情况下。真正的失去意识，那么可能就是你喝完酒之后，你就倒在外面睡，在地上能睡，在电线杆子上也能睡，在绿化带也能睡，然后抱着人家车也能睡。电线杆子怎么睡？就是直接抱着电线杆子就睡着了呀，就这种的。这就是喝完酒真正喝醉酒的人一个状态，糗态百出，就是各种稀奇古怪的动作都会被暴露出来。所以说会看到很多这种你不知道不认识的人，然后把你给拍到发到网上去火了。所以说你可能喝个酒你就喝的全国都知道了啊，你喝酒喝成这个样子了。开头的时候我们也讲到这个酒桌文化在中国很重要嘛，那到底为什么重要呢？它的重要性是方方面面的，然后那我们就从日常人际交往、职场还有商场这3个方面来讲。人际交往
并不是说一定要去喝酒，大部分是朋友之间有很多事情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一些憋在心里面的一些问题，然后可能借这个时候找个朋友，然后喝酒聊聊天。通过喝酒交朋友的男的比较多是吧？女的好像不太会说通过喝酒来交朋友。男的一般也不会聚在一起聊心事嘛，他不像是女孩子坐在一起就可以倾诉自己的一些心事嘛，然后就可以释放一些压力。但是男的好像坐在一起讲心事有点怪怪的哦，有点就是显得自己很弱。所以大部分男孩子他也需要去有这个倾诉的一个环境嘛，因为你事情压在心里面，你不吐出来，你不说出来，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是不利的。所以说大部分男孩子会通过喝酒的这个方式，然后去自己无意识或者是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把这些话说出来。有句话叫什么，男的跟男的才叫真爱，女的跟男的在一起那才叫繁衍后代啊。这样子吗？我怎么没听过这句话？对，不过确实就是很多人嘛喝完酒就会比较话多，因为平常可能不太说话的人，或者是不敢说一些话的人，他在喝完酒之后就就是从社恐变成了社牛。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有很多男的会喜欢聚在一起喝酒的原因。就是平常很内向的男孩子，喝完酒之后是最好玩的时候，他什么话都讲，什么事都做。还有喜欢吹牛，就是我感觉男的喝完酒之后就是变得特别爱吹牛。就人家不说酒壮怂人胆嘛，然后比较怂的人在喝完酒之后就是胆子特别大，说什么都敢说。你让他去跟一个陌生的女孩子搭讪他都敢。喝酒前我是江西的，但喝完酒那江西是我的。这种时候大家说出来的话呀，其实多多少少还是有意思的，因为我喝这个我也知道，就这个时候听着也有意思，然后讲者也有意思。所以说你说男的如果不喝酒是不是很难交到朋友？这个也不好说，但是你可能同事之间你喝完酒知道公司内部的一些不可公开的秘密，你跟那些什么老员工师傅之类的，然后你跟他喝酒，然后聊聊天，大家也就是顺当的把这些东西当做八卦，然后跟你聊一聊，你也就慢慢获取到了你想要的一些信息。那么对于日后你上班在这个岗位上上班也是一个好处吧。那你平常会跟同事去喝酒，然后听到什么你本来不知道的事儿？听肯定会听得到，但是这种话都说了，听到了都是秘密，那我嘴巴要严一点，不然下次谁跟我讲啊，是吧？那倒也是啊。前面我们也说那个喝酒人际交往可能更多的就是用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距离啊，特别是男性之间可以这个感情迅速升温是吧？变成了真爱。那在职场上其实可能又不一样，它又更多了一点这个利益了，是不是？对，职场的酒桌基本上它的这个属性是比较严谨的，因为有一些是你的同事，有一些是你的领头上司啊，那么在酒桌上的一个表现，它其实是能间接的去反映你在职场上的一个工作状态的。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如果你是口无遮拦的人，或者是你喜欢添油加醋，喜欢说别人八卦，那么在往后的工作上你是很难去得到一个晋升的机会的。你如果是这样闭口不言的，然后尽量能做好自己的事情的，在酒桌上给别人的印象就是你这个人很稳重很靠谱。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比如说上司请下属们去吃饭喝酒，是不是为了就是看他们喝完酒之后会不会展现出真实的自己，然后看看这个人怎么样，或者说是不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就是不仅是在我们现在呀，在宋朝的时候，那个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他就有过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事情，叫什么杯酒释兵权。他就是领导试探手下，利用一场那个酒席，然后试探一下那个下属到底会不会给自己带来一个威胁。如果是属下造反嘛，他就可以利用酒宴就拿下他。如果那些属下想把自己的兵权给交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属于主动的，那么他就可以让他养老。所以我感觉跟领导出去吃饭，他们说什么话字里行间他都是有埋伏的。就是你不能光是听表面上的，你还得要听他那个言外之意是什么，是吧？对，就是双方的领导去吃饭，然后带着一个部下去吃饭嘛。那么这个时候
领导叫你去点菜嘛，嗯，他可能是叫你去回避一下，他们之间有一些话题你是不想让你听到的。这样子吗？哇，感觉糟糕好多规矩啊。对那你要是不懂的话，你要没有去点菜，那领导肯定认为你这个人不懂事儿。哎，那你说这个不会喝酒在职场上会不会缺乏优势？那肯定会有的。你跟领导吃饭，你不喝酒，你觉得你下次还有这个机会来吃饭了吗？那么你会，那么领导是不是下次得经常带着你？而且你这个人酒品也挺好的，也会来事。那么领导带着你，光是图一乐子，领导都觉得开心。我听过一句话说啊，就是现在不是行业之间的这个竞争很大嘛，其实大家的产品都是大同小异的，或者说价格也差不了多少的。那至于这个订单能不能拿到，这个喝酒就是临门一脚了。对，人家可能就喝完酒稀里糊涂的一拍脑袋跟你称兄道弟的，然后说，他说在这里没有我解决不了的事情，这个地方都是我的。那销售就说，哎呀，最近工作压力大呀，然后可能家庭压力也大呀，然后一直这个单子也拿不下来，可能如果再拿不下来，我可能就要滚蛋了。那么喝完酒的人就说，哎，这不小问题吗？啊，直接签了。就说白了啊，就是喝酒这个事儿吧，它真的就是看你俩有没有这个做朋友的缘分。就是如果说你跟这个客户出去喝酒，在喝酒的过程中，他喜不喜欢你这个人，他能够看得出来。他肯定是会更愿意去跟自己聊得来的，然后能喝酒喝到一块儿去的做生意，对吧？按道理啊，销售的去拉动客户，因为客户很有可能是内向的人，让他喝尽兴之后，那么内向的人他也变成外向的人，那么大家在这个酒桌上就会变得开心了，然后氛围就变得更好，什么话都能谈了。你不知道你怎么开口，或者你根本不知道就有什么节目，那么客户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他可能会找个幌子，找个理由说，哎呦，公司有点事情很急，那我可能要先撤了。那么你既然留不住客户，那就完了，那这个生意真没得谈。人家真的是过来吃顿饭嘛，是吧？就是说到喝酒啊，就是我感觉在酒桌上，如果是比较正式的场合的话，还是有挺多规矩的。那我们酒桌上都有哪些规矩呢？你来跟大家讲一讲。酒桌上的规矩，座位上它就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定了，就是左尊右次，上尊下次。那么门对应的位置，它就也是主位，也是上位，所以这个位置是给最尊敬的人坐的。那如果说我不知道呢，那我不就做错了吗？做错了会怎么办？坐错位置是个大不敬的事情嘛。就假设你是一个小职员，那么你如果坐了领导的位置，那么人家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可能不懂事啊，你连自己坐什么位置你都不知道。不过你有没有经常看到这种的，就是领导人之间如果一起去吃饭喝酒，就会为了谁坐位置啊，互相来推。乙方请甲方吃饭，哎，那乙方就老板请甲方老板，你来坐，他说你是贵宾，你是贵客，然后你来坐主位。那么甲方的老板又不好意思去坐这个位置，因为他说，哎，你是东家，你坐。其实这个位置早已经定下来是谁坐的，只是说要客气一下。我感觉中国人就喜欢，特别是那种正式的场合，就喜欢假客气，然后显得都有点虚伪。就比如说，我要真不让你坐主位的话，你肯定就不高兴了。那肯定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口是心非。比如说你问朋友，哎，你要不要吃什么水果，或者你要不要喝饮料？可能你那个朋友说不用了，就是跟你客气一下。你要真不给人家拿的话，他可能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懂礼貌？我又不是真的不喝。这个就是有一点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就是感觉西方人可能会这样子，你要说不喝的话，他就真的不给你拿了。因为他觉得你都说了不喝，我再给你拿，那我不是不尊重你的意愿了吗？但是中国人不是，中国人是客气。中国人就这样的，我可以不喝这杯水，但是你不能不叫我，你不能不给我端。哎，对，还有什么规矩呢？还有一个就比较重要的嘛，就是说还有一个倒酒啊，我们倒酒不能倒到满，也不能倒到溢，就是你这个酒，倒的8分满。因为我们在接酒的时候，我们手是双手的，双手扶杯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别人给你倒酒，那么这个酒溢出来了，那可能打湿到你的手指头，就会显得很不雅。我以前在我老板教我的，就别人在给你倒酒的时候，你得要抠2下桌子。对，我了解过，他是行使一个扣礼。清朝的一个皇帝嘛，他叫乾隆，然后他微服私访的时候，
跟大臣们一起在民间的餐馆吃饭。那皇帝说：“哎呀，天天待在皇宫里面，终于出来吃饭了，不用去在乎一些繁文缛节了。”然后就兴致来了，那么给大家那些大臣然后倒茶，大臣们哪受到过这种待遇啊？立马就吓坏了，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按照规矩他们是要跪下来然后叩头然后表示这个感谢的嘛，但这个时候他们叩也不行，不叩也不行，因为皇帝在微服私访，大臣们叩头就会暴露皇帝的身份，不叩头又害怕会被治一个不敬之罪。然后就有一个反应的很快的那个大臣，他脑袋里面的灯泡灯亮了一下，然后就在那个皇帝倒茶的时候，他用自己的食指跟中指在桌子上扣了几下，然后用这个扣手的谐音扣手来代替。对对，手跟手。那有一些可能不知道这个中国古代历史的外国人就会问了，那不扣手会怎么样呢？那得看皇帝的心情啦，就是如果皇帝心情不好，你不扣可以啊，那直接就是大不敬砍头啊。伴君如伴虎啊，就是你在皇帝身边说错了一句话，那么就可能有大不敬之罪，或者有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罪名，就直接安在你头上。所以说大臣呢，他在陪伴皇帝的时候啊，都是很小心翼翼的。但是就这个一个故事嘛，民间故事嘛，也就是慢慢的把这个传统给延续下来了，就大家也都在学习这个大臣来表示感谢嘛。比如说你同事给你倒酒，或者你朋友给你倒酒，你会行这个叩首礼吗？别人可能倒茶倒酒，我看到有的人会行叩首礼，但是我更多的是双手扶杯，然后我可能说谢谢谢谢。哎，对，我觉得是一样的，就不一定要就大家都做一样的哦。之前有一个网友会讲吧，就是微博上的网友会讲，中国嘛，他说就算爱因斯坦他要经费也一样，你也要搞清楚主赔副赔啥的，光这个他都得研究3年，他哪有时间去写那个相对论啊？对，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就喜欢，就是感觉规矩很多。其实敬酒也是有很多规矩的，我以前也是不知道的。就比如说这是客户的杯子，这是我的杯子，那我要放低一点，表示我把自己的身份拉低来尊敬他。对，然后有的人可能会速度比较快，他会扶住你的手，让你的杯子不要压低，然后自己压低一点，就是都在争这个压低一点，不知道吧？但是如果说是领导敬你酒的话，你是非喝不可的。你要不喝的话，那领导就会觉得很没面子，你不给领导面子。所以不管这个你平常喝不喝酒，他要敬了你的话，你就得喝。喝不下你得吞。就是敬酒的时候，你的顺序也很重要，哪些身份珍贵的先敬，哪些身份就是相对差一点的往后敬。哇，那万一你记错了人家的那个职位，不是很尴尬？敬错了，你把人家的位置放低了，你相当于是贬低人家。那可不可以就是直接端一杯酒，然后敬所有的人？来，我敬大家一杯。不可以，你是什么身份你就敬所有人，除非你是他们的领导，你才能这样做。我之前看到过一个新闻啊，就是说当时是在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场合吧，然后其中的一个女明星呢就去敬另外一个歌手，因为她的地位比较高一点，或者说比较有名气，她就说我来敬你一杯酒。但是这个人呢，他可能不是特别懂北方的这个喝酒的规矩，他敬酒了，敬完酒之后呢，然后那个歌手就说好，既然你来敬我酒的话，我就先干为敬。他就很豪爽的把这个酒给干了。结果呢，这个敬酒的这个女明星她没有喝，她就很不高兴了。那个歌手就很不高兴，他说你这个人有意思啊，你来敬我酒，你自己不干，我干了。然后他说你今天你不干的话，你就是不给我面子。结果呢，这个女明星没有办法，她就喝了之后当场这个脸上就出了疹子。她说他喝酒会过敏，就是身上会起疹子。然后这个女歌手后面向他道歉嘛，向这个女明星，但是还是觉得有点不满，说你不能喝，为什么还来敬我酒？他就觉得莫名其妙，然后搞得他自己还要去给他道歉。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因为不懂酒桌规矩而把这个关系闹掰的一个例子吧。对，你敬之前你可以先讲清楚，你说我以茶代酒，我敬一下，你也以茶代酒，你说我们俩互相碰一下，就表示一下敬意。但是你上来之后我敬你一杯，那你不喝，你不是耍老六吗？是吧？你这不是老六行为吗？是吧？什么是老六行为？耍无赖呀，就是。我感觉一般领导在请客户吃饭的时候，都会带2-3个能喝的男同事，这
这样子可能就首先一个是不会冷场，大家就有话题可以聊，然后也热闹嘛，中国人都比较喜欢热闹。然后第二个就是领导不会喝的时候，这个同事可以帮忙代喝，对吧？对，其实同事你不会喝的情况下也可以去，就是打开手机里面的 APP， 然后直接点击下单代喝，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这样子的职业？对，啤酒一升100块，然后红酒一升150啊，但是也有按时间算的。啤酒的价格可能是1小时100块钱，然后红酒的价格是1小时150块钱，白酒的价格是1小时200块钱，因为根据酒精度数不一样，然后定的价格也不一样。哇，那喝2小时，那人不喝不趴下了。就之前有过一个事情嘛，就是陈先生他代替客户以亲戚的身份参加一场聚会，然后当时对方就是说好了的，只要不喝醉嘛，那么事后就给500块钱。那么最后喝的时候不小心，然后说漏了嘴，然后大家也就将那个陈先生的那个代喝身份给揭穿了嘛。然后酒桌上其他人就开始疯狂的对他劝酒，那么陈先生没办法，就酒醉嘛，然后导致自己的胃病。所以这个我感觉这个职业不可行，就是你要天天这样子喝，那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对啊，你被发现了代喝，那么酒桌上的人还会疯狂的逛你，疯狂的就让你喝得更多，不仅会被喝到医院去，喝伤身体，而且还拿不到这个钱。不过这个其实喝酒也是很危险的。就是我听说，如果说酒桌上有一个人喝醉了，然后回家的路上出现了什么事故，或者是因为喝酒而导致了什么人身的安全问题啊，这个同行的人，就是在酒桌上的其他的人是有责任保护这个人安全到家的。如果说这个人没有安全到家，其他的人是要赔偿的。是有这个法律，就是我们喝酒会有义务去送别人回家，去保障他人的安全。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告诉我嘛，他的一个男同事跟供应商还有一些同事一起去吃饭喝酒，然后结果这个同事呢就喝醉了，然后喝醉了，他一个人在路上就摔倒了，摔到一个沟里去了，然后可能就睡过去了吧。不过因为北方冬天比较冷嘛，如果他真的在那里躺了一夜的话，可能就会有生命危险。不过好在呢，他当时掉的那个沟离医院比较近，被护士发现了，被救出来了，才没有说有生命危险。然后其他的这些酒桌上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哇，都吓得半死，都跑到医院来，就是很担心他出了什么问题。因为你是跟他们在一起喝酒，如果你是清醒的，你应该送他回家的。我看了这个法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有一条说是同在酒桌上的人是有劝对方不喝酒的这个责任的。如果你劝了，然后这个人他还继续喝，最后喝醉了，然后出了问题，你劝了的人不负责任，就不用负责任。但是你如果说真的出了事情，你怎么证明你劝了还是没劝呢？你看到有一张那个喝酒前会签那个协议嘛，就是说我们喝酒出了事情，概不负责，然后互相没有责任，然后大家一起按手印这种的，你看到过吗？我刚好在看这个法律的时候就看到过有一条说什么免责书吧，我自愿去喝酒。那如果说出了什么问题的话呢，就跟这个组织者还有一起喝酒的人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说真的出了事情，他们还是有责任的。对。还有一个我最讨厌的就是劝酒文化，感觉中国人老喜欢让你喝，就是感觉到如果说我让你喝的多的话，我就很有面子，彰显他的一个地位跟权利嘛。然后通常都是地位比较高的人让地位比较低的人喝酒。对于劝酒有各种招数，像生意场上，你把这杯白的给干了，这个合同我就给你签了。然后还有你不喝，那可不够朋友啊。我感觉听得最多的就是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吧，然后什么9分知己千杯少啊，再喝一杯好不好啊？还有什么男人不喝酒是交不到好朋友。你不喝我不喝，中国好酒哪里喝？你不醉我不醉，马路牙子谁来睡？就是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新闻，就是一个领导强迫他的司机去喝酒，然后司机是拒绝的，因为他明白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但是领导差点因为这个事情动了手，然后没办法就喝了，然后开车回去嘛，然
然后这个时候出了车祸，领导因为这个车祸飞出去了，挂了，就司机被领导的家人告上法庭，但是司机以被强迫喝酒为辩护，然后有证据，最后没有赔领导1分钱。这个也在讲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不要去劝酒，不要去过分的劝酒，其实真正的出了问题还是你自己去承担这个责任。他之所以这么规定，肯定是因为这个现象就很普遍。对，是因为没有出这个规定前，中国这种现象特别多，所以说慢慢的这个规定也就慢慢的落实下来了。但现在还是有人会劝的，就是可能有一部分人是不知道这条法律，其实我之前也不知道的。就跟酒驾一样的嘛，你之前都知道，哎呀，喝酒有啥的，那现在都知道，就是去别人家吃饭或者啥的，人家家里面的亲戚或者是一些大人们都会讲，哎，不要喝酒，喝了酒就不要开车，都会讲这句话。这个也是因为大家传的多了，听得多了，也就知道了这个法律。但是很多人喝醉了之后，他肯定也就不会去想这条法律吧，可能该劝的还是劝。所以还是得想办法去躲这个酒，就是躲酒也是有一门艺术的，看你会不会说话了。就我觉得开车是一个好理由，就像你刚刚说的，喝酒不开车嘛。现在大家会讲不要紧，他说我帮你叫代驾。哦，好吧。用一些感冒或者备孕这些词会好一点，因为大家都知道备孕的时候是不能去喝酒的，因为会影响一个宝宝发育嘛。那也不能总是用这个理由啊。那么如果是你实在不想喝，你用感冒这个词也是可以的。你说你感冒吃了头孢，那谁没事找事啊？把你喝到医院去了，那自己还得负责任了。人家都说了什么头孢配酒，阎王那里走一走。这么严重的吗？头孢配酒是好严重，就这个会有化学反应的嘛。哦，我感觉北方跟南方喝酒的文化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对不对？对，北方人其实更能喝酒，更会喝酒。南方人可能就是这么喜欢喝，喝不多。对啊，像Gwyn都会喝酒，你知道吧？对，我看得出来，好像是挺能喝的。你看得出来呀？看得出来，感觉他小脸那个红红的那个样子，好像会喝酒的样子。会喝，他会喝。有一次他喝了一点点，然后也没有醉，就是微醺的。然后他说话就特别搞笑，本来东北人说话就挺幽默的，然后他喝了点小酒之后就更幽默了。我记得之前他有讲过嘛，他说喝完酒他才能放得开的那种状态。对，所以我感觉整体来说，北方人是比南方人会喝的。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南方可能先喝酒再吃饭，那么北方人是先吃饭再喝酒。吃饱了饭你还喝得下去吗？对，这就是我们南方人跟他们的那个想法不一样的嘛。我们南方人觉得，哎呀，你吃饱了饭就不能喝了，你再喝就喝不下去了。所以说，在我们南方，如果你喝不下了酒，那么这个时候你只要默默的去拿你的碗筷去打一碗饭吃，人家就再也不会劝你喝酒了。我感觉南方人就是胃比较小，个子也小，是吧？就你喝不了那么多，你的体格就在那儿。对，北方能把人给喝到桌子底下去的。就之前有参加过一个婚宴嘛，那个女主人是北方人嘛，她可以跟我们一些南方的一些男孩子一起喝，一个一个的喝，跟你喝白的，她喝多少你喝多少。感觉南方的女孩子不太喝酒，喝酒的比较少。对，南方好多喝了一点点，可能喝果酒或者是喝一些什么葡萄酒这种酒，他可能就有点醉了，就醉酒了。这个酒文化我感觉在亚洲国家都比较普遍啊，就像在日本跟韩国、东亚这几个国家嘛，都喜欢喝酒，也有各自的一个白酒文化。韩国人他喝酒其实跟日本人也像，他们也比较喜欢多场的，也是前面小酌一杯，然后换个地方再去喝点酒，然后最后可能到 KTV 一边 K 歌一边喝酒，然后最后可能到凌晨的时候，到了3点多钟再去喝个醒酒汤。他们可能就是下了班一直喝到凌晨3、4点，然后再回家换个衣服，随便休息1-2个小时再去上班。日本人也是吧？好像也听说也是说喝到凌晨，然后第二天直接又去上班了。对，他随便找个地方住就直接去上班了嘛。然后韩国人喝酒还有一些就什么一些规矩嘛。你第一个给别人倒酒的时候也要2只手，然后接酒的时候也同时是2只手就扶杯子嘛，这个跟中国有点像嘛，就表示一个珍重。然后还有喝酒的时候，你在跟别人喝酒对喝的时候，你不能去就是正对着别人，你要把你的脸侧过来，就是侧着脸。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正对着你脸喝酒的时候，我们这样，
把杯子提起来往这样抬，但你的眼睛是往下看的，就会给别人感觉是你在瞧不起我，感觉总是瞧不起你，我做什么都是瞧不起你。对，都在乎，就什么东亚人可能比较在乎面子这种东西。之前不是有一个关于阿里的酒桌文化的一个丑闻嘛，就是说有一个女性的员工说是在酒桌上，然后喝醉了被人性侵了，被领导还是客户，应该是被领导。然后这个事情不就闹了挺大的争议了吗？当时网上就有很多年轻人讨论嘛，就说啊，这个酒桌文化也不算是什么文化，就是糟粕，我们应该摒弃的。所以你觉得现在的就是95后和00后对于酒桌文化的这个看法是怎么样的？你说未来会不会酒桌文化越来越淡了，就是没有那么重要了？就是在职场上呢，他喝酒不是唯一的一个方式。不仅是年轻人，包括一些年长的人或者是领导嘛，他们比起喝酒，可能现在更多的就选择了一个健康一些的活动，比如说钓鱼啊，然后农家乐呀，然后徒步行走啊，然后环城市骑行啊。其实这些新的一个中国社交方式啊，它慢慢的会取代我们的一个酒桌的社交方式，但是它也是不可避免，也不可能把它直接淘汰掉的。会不会有一些从事销售的人他没有办法呢？就是你不喝也得喝。我在抖音里面看到过有一个00后的一个厂长吧，他说后备箱一定要放茅台的，并且是时刻准备的，因为有很多客户喜欢，并不是他喜欢。现在的那个00后啊90后啊，其实更多的酒桌文化已经从酒宴上面搬到酒馆上面了，然后他们更多喝酒都是为了自己开心自己放松，并不是为了所谓的一些讨好或者一些人际交往。所以说今天这个酒桌文化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好，那今天的播客到这里就结束了。在你们国家有没有酒桌文化呢？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样的？可以在下面留言讨论。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那就请点赞、转发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 Jonas， 拜拜，拜拜。